为了给养妹出气，亲哥沈旭怀在我上台时不动声色地伸腿绊了我一下，我重心不稳，整个人向前扑去，手里那束系着昂贵丝带的厄瓜多尔玫瑰脱手飞出，不偏不倚落在正低头维持秩序的临时安保怀里。宴会厅里的宾客见状，瞬间炸开了锅。沈家大小姐这是不满联姻，要把捧花送给别人。这花球泽主莫不是看上那个保安了？还没理成呢，就急着抛捧花，还是抛给一个看大门的，这顾家的脸往哪儿搁？我狼狈地扶着椅背站稳，脚踝钻心的疼，脸涨得通红。身侧的沈旭怀趁着扶我的间隙，压低声音语重心长地警告我：别怪哥，上次你把兰兰关在花房里，害她花粉过敏起了红疹，今天只是让你在订婚宴上出个丑，算是替她讨个公道。她皮肤娇嫩，受不得苦，你别老欺负她。放心，只是个意外，爸妈和顾家都不会让你真和一个保安扯上关系的。待会儿道个歉就完了。沈旭怀的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，我僵在原地，指尖凉得发痛。眼看台下窃窃私语愈演愈烈，甚至有人拿出了手机拍照。沈旭怀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，接过麦克风，拔高音量道：各位，方才奢妹裙摆太长绊了一下，这捧花不算数，我们重新来过。说着，他暗中朝台下的顾景瑶递了个眼色。顾景瑶，顾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也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夫。今天这场宴会本该是他当众接过我的捧花向我求婚的日子。听到名字，我下意识抬眼望去，顾景瑶正慵懒地倚在香槟塔旁，一身剪裁得体的高定西装衬得她金贵非凡，可她此时正漫不经心地摇晃着酒杯，眼神里没有丝毫对我的关心。隔着人群，她对上我的视线，眸底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厌恶。随即她直起身，冷冷开口：订婚讲究的是诚心，既然沈大小姐连束花都不愿意给我，宁愿扔给一个保安，这婚我看也没必要定。顾沈两家的联姻岂是儿戏？我顾景瑶还不至于要捡别人不要的东西。心脏像被人狠狠攥了一把，我死死捏着裙摆，指节泛白。周围不少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开始起哄。就是哪有订婚宴上把花抛给野男人的道理？沈家平日最重规矩，今天这大小姐是怎么回事？存心羞辱顾少。场面一度陷入尴尬。沈旭怀铁青着脸指向顾景瑶：顾景瑶，你什么意思？两家说好的事，你现在想借题发挥？2楼 VIP 卡座里，几个金圈公子哥晃着酒杯，戏谑的声音不大不小的传了下来。还能为什么？顾大少爷心里有人了呗。昨晚我可在会所看见了，顾景瑶陪着沈家那个养女喝酒呢，那温柔劲儿。听说今天这订婚他是被逼着来的，要我说，他巴不得这捧花飞出去，好顺水推舟毁了这门心事。原来如此。我在此刻闭了闭眼，将眼眶里的酸涩强压回去，深吸一口气，踩着高跟鞋上前一步，声音虽轻，却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。谁说这花做不得数？既然捧花落到了他怀里，那就是天意。这婚我换人结。沈旭怀猛地转头瞪我：沈之意，你疯了！是沈家千金，怎么能嫁给一个看大门的保安？我偏头看他，眼底的红血丝清晰可见。曾几何时，他也是那个会背着我走过泥泞小路，发誓要护我一世周全的哥哥。可如今，只因为沈兰一句莫须有的花粉过敏，他竟在我人生最重要的场合，亲手将我的尊严踩在脚底。我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抹极淡的嘲讽：沈旭怀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现在沈家大小姐要嫁给保安了，你的好妹妹沈兰该在台下偷笑了吧？沈旭怀愣了一下，随即眉头紧锁，语气里满是失望。你还在怪兰兰？这事分明是你不对，她今天只是想看个热闹，没想……后面的辩解我已经听不进去。我转身提起繁复的礼服裙摆，一步一步走下台阶。围观的宾客如潮水般退开，让出一条通向角落的路。那些探究、鄙夷、同情的目光落在身上，
像无数根细密的针。路过顾景瑶时，他伸手拦住了我。沈之意，你没必要为了气我，就作践自己去嫁一个保安。他往前走半步，语气放缓了些。我们两家是世交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，以后肯定会给你介绍个门当户对的对象。我回头扯出一抹讥笑。亲妹妹。顾景瑶语塞了一瞬，眼神有些飘忽。顾景瑶，就算承认自己变了心，也好过你现在拿这种恶心的借口来羞辱我。他脸色白了白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什么也没反驳。我没再多看他一眼，目不斜视地越过顾景瑶，径直走到那个站在阴影里的男人面前。周围嘈杂的议论声瞬间消失。沈之意，你闹够了没有？给我回来！沈旭怀站在台上冲我喊道。顾景瑶也站在不远处，目光阴沉地盯着我，周身散发着冷意。这一刻，全场的灯光仿佛都聚拢在我一人身上。你敢娶我吗？我抬头看向面前这个戴着鸭舌帽、制服略显陈旧的男人，男人帽檐下的喉结迅速滚动了一下，那双深邃如墨的眼眸里蹦出一丝异样的光亮。他开口了，声音低沉磁性，像是大提琴的尾音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我娶。沈旭怀见状，几步冲下台，却在半路被顾景瑶伸手拦下。让他去，现在过去拦，反而让他觉得我们要害他。什么意思啊？顾景瑶冷笑一声，他就是在欲擒故纵，跟我们赌气呢。怎么可能真嫁给一个底层保安？我听着，心里却是一片死寂。我和沈旭怀、顾景瑶从小一起长大，曾经亲密无间。直到5年前，我不慎遭遇绑架走失，与家里彻底断了联系，爸妈伤心欲绝，沈家笼罩在阴霾中。直至沈兰出现，她是远房亲戚的孤女，长得有几分像我小时候。听说她身世可怜，爸妈便将情感寄托在她身上，收为养女。沈兰嘴甜会哄人，没多久就成了沈家的掌上明珠。渐渐的，所有人都习惯了没有我的日子。直到1年前，我穿着廉价的地摊货，像个乞丐一样被警察送回来。我以为等待我的是久别重逢的拥抱，没想到却是他们怕沈兰伤心，故意对我的冷落。回家的第一晚，我亲耳听到妈妈在房间里哄沈兰。兰兰，你永远是妈妈最疼的宝贝，谁回来都改变不了。再说，你姐姐在外面流浪了5年，没受过教育，粗俗野蛮，哪有你乖巧懂事贴心？当时我就像被人当头敲了一棒，愣在门外，手里还攥着我想送给妈妈的，也是我全身上下唯一值钱的玉坠。沈家千金要嫁给保安的新闻，不到半小时就冲上了热搜。我回到沈家别墅时，爸妈和沈旭怀正围坐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商量对策。沈旭怀刚说完宴会上的事，我爸就猛地把茶杯摔在地上，震得水晶吊灯都晃了晃。简直胡闹！沈氏集团的股价都要被他跌没了！我妈心疼地拍着沈兰的背，瞥了那个茶杯一眼。一会儿知意回来，你别骂太狠，不然他又该发疯，把家里砸个稀巴烂了。想来他也是气不过旭怀在宴会上让他没面子，才赌气说那种荤话的。他现在连那保安姓谁名谁，住哪个地下室都不知道，哪敢真嫁？难不成真想去过苦日子？依偎在妈妈怀里的沈兰挤出2滴眼泪。妈，都是我的错，如果哥哥不是为了帮我出气，姐姐也不会被逼急了。我妈心疼地给她擦泪。傻孩子，自从他回来，爸妈为了照顾他的情绪，让你受了多少委屈。你现在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，没事的。我爸也沉着脸附和。兰兰，这事与你无关，放心，你姐姐只是虚张声势，她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，绝不可能真毁了自己，嫁给那个保安。说着，我妈拿起桌上一本最新的珠宝拍卖图册，递给沈兰。乖宝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首饰，过几天妈拍下来给你压惊，别等你姐回来又抢了去。正说着，我妈余光瞥见站在玄关处一言不发的我，手里的图册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
对上我冷漠的视线，众人的表情都僵在脸上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尴尬。若是从前，我定会冲上去质问，歇斯底里的哭喊。质问妈妈为什么像防贼一样防着我，明明我从未抢过沈兰任何东西。质问爸爸和哥哥，为什么他们的天平永远是歪的。也许是心死了，又或者我已经决定彻底切断这段关系。在众人紧张戒备的注视下，我只是换了鞋，一言不发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3天后，我约那个保安见了一面，地点定在市中心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。咖啡馆里流淌着舒缓的爵士乐，我搅动着杯里的拿铁，目光落在窗外阴沉的天空上，有些走神。直到一张轮廓分明、英俊的有些过分的脸闯入视野，我才猛地回神。沈小姐，不认识我了？男人的声音清冷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玩味。我下意识打量他，他换下了那身不合身的保安制服，穿了一件简单的黑色冲锋衣，却难掩肩宽腿长的优势。眼前这个气场强大的男人，竟然是那天宴会角落里的那个保安。原来那天被帽檐遮住的脸，竟长得这样极品。正愣神，他的目光直勾勾地锁着我。我慌忙放下勺子，强装镇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男人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，修长的手指敲了敲桌面，动作随意，却透着一股浑然天成的贵气。叫我陆燕就好。我压下心头的怪异感，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推到他面前。半个月后，你来沈家接亲。这卡里有50万，密码6个0，足够你置办一身像样的行头，剩下的算你的酬劳。陆燕扫了一眼那张黑卡，没接，反而身体后仰，靠在椅背上审视我。沈小姐，当真要嫁给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？我心头一紧，反倒生出几分破罐子破摔的决绝，反问：怎么？你怕得罪沈家和顾家，不敢娶？他忽然低笑出声，修长的指尖抵住银行卡，轻轻推回我手边，力道温和却不容拒绝。我皱眉，什么意思？我陆燕虽然穷，但还没沦落到花女人钱的地步。他抬眸，眼底像是揉碎了星光，语气笃定。等着吧，半个月后，我风风光光来娶你。我怔住，不自觉想到这1年在沈家的遭遇，眼眶突然有些发热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声音尽量平稳。如果可以，越快越好。瞥见我发红的眼尾，陆燕眼神暗了暗，喉结微微滚动。在开口时，声音沉了几分，透着郑重。好。我回到沈家别墅时，家里正准备吃晚饭，顾景瑶也在，就坐在沈兰旁边，正帮她剥虾。见到我进门，餐厅里的谈笑声戛然而止。刚才还温馨和睦的画面，瞬间凝固成尴尬的沉默。沈旭怀最先反应过来，有些生硬的招手：之夜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。不饿，先上楼了。见我要走，我妈突然放下筷子，叫住我：之夜，妈有个事儿通知你。我脚步一顿，什么事儿？她走过来，眼神闪烁了一下，才开口道：我和你爸商量了，既然你在宴会上那样闹，顾家那边肯定是有意见的。为了2家的颜面，我们决定让你妹妹和景瑶订婚。我抬起脸，看向餐桌旁的顾景瑶，她正用餐巾擦手，下意识避开了我的视线。见状，我讥讽地勾了勾唇角。我妈一把拉住我的手，语气急切：妈知道你和景瑶从小就有婚约，可感情这种事勉强不来。兰兰和景瑶两情相悦，妈保证以后会在物质上补偿你。我不动声色地抽出自己的手，打断他虚伪的煽情。我没意见，祝他们锁死，百年好合。我没想到顾景瑶会追出来。花园的露天回廊下，他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力道大得生疼。我皱眉挣扎。顾景瑶，你发什么疯？他微微喘着气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语气软了几分，沈一，却依旧带着那股让人窒息的笃定。我知道你说那些话是在气我。看见我和兰兰在一起，你心里难受，对不对？难受吗？那一瞬间，我心里竟然出奇的平静。曾经我以为，在这个冰冷的家里，除了顾景瑶，所有人都会被沈兰抢走。
1年前我刚被找回来，沈兰热衷于玩那种自己摔倒栽赃给我的把戏。那时，全家人都指责我心胸狭窄，容不下妹妹。只有顾景瑶，她会在无人的角落递给我一张手帕，温柔地说：“之意，我信你，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。”也会在沈兰试图对她撒娇时，礼貌而疏离地退后半步。我曾把她当成溺水时唯一的浮木，以为这个和我指腹为婚的男人，会是我暗淡人生里唯一的光。可现在，他也成了推我下深渊的人。见我不说话，顾景瑶以为说中了我的心事，叹了口气，语气变得语重心长。之意，难怪伯父伯母更喜欢兰兰。你看看你现在，浑身带刺，像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，谁会喜欢这样的女人？我只要和兰兰多说一句话，你就歇斯底里，非要觉得我们有什么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想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兰兰就是比你温柔，比你会体贴人。我确实对她动心了，你满意了？以前听到这些话，我会崩溃，会自我怀疑，但现在我只觉得可笑。原来他所谓的信我，不过是还没找到更合适的替代品罢了。真正恶心的人是他，从来都不是我。顾景瑶见我始终沉默，以为我已经软化了态度。他松开眉头，自顾自地抛出了他的解决方案。之意，我们要理智一点，两家的联姻牵扯太多利益，我不希望我们闹得太难看。我可以去跟伯父商量，名义上我和兰兰订婚，毕竟她更适合做顾家的少奶奶，能帮我维持形象。但私底下，我还是会照顾你。他顿了顿，眼神里闪过一丝贪婪和施舍。我在西山那边有套别墅，环境清幽，你可以住过去。只要你不像以前那样针对兰兰，我们还可以像以前一样。我不可置信地抬头看他，他怎么能把包养和出轨说得这么清新脱俗？顾景瑶见我瞪大了眼，还以为我是惊喜，居然还要伸手来揽我的肩，语气倨傲。不过你要先答应我，以后在这个圈子里要懂事点，别再提嫁给保安那种蠢话。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，我猛地甩开他的手，用尽全身力气将他推得踉跄几步，忍无可忍地吼道：“顾景瑶，你真让人恶心，给我滚！”半个月后，恰逢沈兰20岁生日，这一天也是我和陆燕约定的婚期。这几天，圈子里关于沈家千金嫁保安的传闻，在父亲不惜重金的撤华门和公关下，几乎销声匿迹。毕竟没人真的相信那个高傲的沈之意会真的自甘堕落，连我也爸妈和沈旭怀都认定，那不过是我为了博取关注演的一场闹剧。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楼下传来刻意压低的交谈声，是沈旭怀的声音。动作快点，要是吵醒了那谁，非要闹着跟我们去三亚给兰兰过生日，这好好的心情全毁了。我妈语气有些迟疑。我们就这样把之意一个人扔在家里。今天是……她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但很快被我有意无意的沉默掩盖。我总觉得眼皮在跳，心里不太踏实。我爸一边指挥司机搬行李，一边不耐烦道：“别想多了，好不容易空出的假期，家里有保姆、厨师伺候着，还能饿死他不成？”沈兰故作乖巧的声音响起：“要不还是叫姐姐一起吧，万一她醒来看不到我们，会难过的。”带她去？那是去扫墓还是过生日？兰兰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我妈叹了口气：“算了，等我们回来再给她带个限量款包包哄哄吧。”随着汽车引擎声远去，整个别墅彻底安静下来。我推开窗，看着外面明媚的阳光，真好，没人打扰了。我叫来一直照顾我的小女佣，帮我换衣服吧。我没想到陆燕的排场会这么大，没有八抬大轿，也没有喧天的锣鼓。但我走出别墅大门时，看到的是整整齐齐停在路边的12辆黑色连号劳斯莱斯幻影，车身锃亮，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。为首的车旁，陆燕一身剪裁考究的高定西装，身姿挺拔如松，
周围早就围满了看热闹的邻居和路人，所有人都在取着手机惊呼。我坐进那辆价值连城的婚车里，第一反应是，这现在的安保公司福利这么好，连婚车都能调动这么多豪车。但转念一想，陆燕身上那种浑然天成的上位者气息，绝不是普通保安能有的。也许我真的赌对了。沈家的私人飞机刚飞到半路，就收到了三亚台风登陆，所有航班无法降落的消息，几人只能骂骂咧咧的原路折返。3天后，我爸刚踏进家门，就感觉气氛不对。往日里迎上来的佣人们一个个缩在角落，低着头，大气不敢出。我妈率先察觉异常，皱眉问管家：“大小姐呢？还在房间里睡懒觉？”管家面色惨白，颤颤巍巍地走上前：“太太，大小姐3天前就出嫁了。”什么？3人异口同声，震惊的声音都变了调。我爸扔下行李箱，指着管家怒吼：“嫁给谁了？难道真跟那个保安走了？”就是那个保安。管家擦了擦冷汗，但他来接亲的时候，开了12辆劳斯莱斯，还有保镖开道，那阵仗比咱们家接待外宾还大。现在整个富人区都在传这件事儿。我妈听完，眼前一黑，身子软软的倒了下去。幸好沈旭怀眼疾手快扶住了她，她靠在儿子怀里，捶胸顿足。他是真疯了，沈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沈兰一边帮我妈顺气，一边红着眼眶叹气：“姐姐怎么这么糊涂？就算是为了气我们，也不能拿自己的一辈子开玩笑啊！这下妈妈该多伤心。”沈兰侧着身，低头擦拭眼角。一旁的沈旭怀因为角度关系，恰好捕捉到他嘴角那一闪而逝，还没来得及收回的得意弧度。那是一种计谋得逞后的快意，与他此刻楚楚可怜的语气形成了极度割裂的反差。沈旭怀怔了一下，心里莫名咯噔一声，他下意识地开口，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锐利：“兰兰，爸正在气头上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”沈兰猛地一僵，似乎不敢相信向来对他百依百顺的哥哥会当众训斥他。沈旭怀盯着他，脑海里突然闪过这几天我在家里沉默绝望的背影，心里那种不对劲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兰兰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上次你说知意把你关在地下酒窖里整整3个小时，这是真的吗？哥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沈兰脸色瞬间惨白。当然是真的。我当时好害怕。沈旭怀冷冷地打断他：“你想清楚了再说。家里的监控系统虽然坏了，但我记得酒窖是电子锁，只有我有密码和指纹，或者是从内部反锁。知意根本不知道密码，他怎么把你关进去？”沈兰藏在袖子里的手开始剧烈颤抖，眼泪说来就来。可能是风把门吹上的，我当时太害怕了，以为是姐姐。我以为是姐姐回来了，所以才……沈旭怀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所以你就顺水推舟，说是知意把你关进去的？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件事，我罚他在院子里站了1整晚，还在订婚宴上为了给你出气，让他当众出丑。他的声音控制不住地拔高，尾音带着颤抖。我妈也错愕地抬起头，眼神复杂地看着这个平日里乖巧懂事的养女。兰兰，你怎么能撒这种谎？见事情败露，沈兰慌了神，哭着躲到我爸身后。正当沈旭怀还要逼问时，我爸突然把茶几拍得震天响。够了！多大点事儿，值得你这样审犯人一样审你妹妹？兰兰那时候受了惊吓，记错也是难免的。她是你妹妹，只是有点小孩子心性，开个玩笑罢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沈旭怀愣住了，他张了张嘴，看着父亲那张理所当然、写满偏袒的脸，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，堵得发慌。午后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满客厅，明亮刺眼。可沈旭怀却觉得浑身发冷，如坠冰窖。这还是在他的逼问下，沈兰才不得不承认的谎言。那些他没有发现的呢？那些在过去的日日夜夜里被他们忽视的真相呢？他忽然想起，刚回家那会儿，沈之意也是这样一次次红着眼眶解释：“我没有推他，是他自己摔的。我没有推他，是他自己摔的。”
项链不是我拿的，我没有欺负他。可是从来没有人信他，他们总是习惯性的把信任给乖巧的沈兰，把指责留给浑身是刺的亲妹妹。沈旭怀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这双手曾发誓要保护妹妹一辈子，如今却成了把她推向深渊的帮凶。只是开个玩笑。沈旭怀喃喃自语，眼眶骤然发酸。他看着还在抽噎的沈兰和一脸不耐烦的父亲，突然觉得这个家陌生的可怕。他一言不发地转身上楼，脚步沉重的像灌了铅，每一次回响都像是一记耳光，狠狠抽在他脸上。陆燕在寸土寸金的半山富人区租了一栋带花园的小洋房，虽然位置偏了点，但胜在清静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市中心的恒隆广场置办些换季的衣物，指尖刚触到一件米白色的高定羊绒大衣，身后就传来一道娇俏却带着明显恶意的声音：打够，这件衣服我要了，给我包起来。我回头，果然是沈兰。她踩着高跟鞋几步上前，伸手就要来夺我手里的衣架。姐姐，过几天我要陪景瑶哥去参加商业酒会，正缺一件撑场面的外套呢。我抓紧衣架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凡事讲究先来后到，听不懂人话吗？两人僵持间，店门口忽然传来一阵骚动，伴随着店长恭敬的问候：“顾总，您来啦！”我抬眼就看见顾景瑶站在门口，一身深灰色西装，衬得她身姿挺拔，看样子是刚从公司赶过来陪沈兰逛街。她目光扫过我和沈兰，眉头瞬间皱成川字，随即看向我，语气带着几分不耐烦的训斥：“沈之夜，一件衣服而已，让给兰兰又怎么了？你忘了我之前跟你说的话，如果你想让我回心转意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别再针对兰兰。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了件衣服争抢，你不要脸，顾家还要脸。”我简直气笑了，刚要开口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低沉冷冽的男声，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嘲弄。我倒不知道，我陆燕的太太什么时候轮得到顾总来教训了。顾景瑶猛地回头，脸色瞬间僵住。你说什么？陆燕换了一身剪裁极佳的手工西装，袖口隐约露出一块价值不菲的古董腕表，手里还提着我早起随口说想吃的城南那家老字号点心。她没看旁人，径直走到我身边，自然的伸手揽住我的腰，将我护在怀里。顾总大概是贵人多忘事，几天前知意已经与我领证，如今是我陆燕名正言顺的妻子。至于顾家，他嗤笑一声，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，求着我太太去，她都未必肯去。妻子二字落进耳朵里，顾景瑶脸上的高傲瞬间碎裂，西装下的手不自觉攥紧。他先是不可置信的呢喃了一句：“怎么可能？”而后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猛地看向一旁脸色惨白的沈兰。他说的是真的。沈兰吓得往后退了半步，声音抖得像蚊子叫：“他就是那天接姐姐走的那个保安，可是他怎么会有这种气场？”顾景瑶死死盯着我，眼底迅速爬满血丝，那是名为嫉妒和不甘的情绪。沈之夜，你真的嫁给了这个保安？你就为了气我作践自己到这种地步？没等我出声，陆燕直接掏出一张黑金卡，递给一旁早就看呆了的店长。这件大衣，还有刚才我太太看过的所有款式，全部包起来。他嫌恶地瞥了一眼。至于这位沈小姐摸过的那件，扔了吧，脏。直到我和陆燕走出商场，顾景瑶还像做石雕一样僵在原地。我隐约听见她在身后失魂落魄的低吼：“怎么可能？她爱的人明明是我，怎么可能真嫁给别人？”金圈顶级的年度慈善晚宴，陆燕也被邀请在列。我本不想去凑这个热闹，毕竟沈家和顾家肯定都在，但陆燕非要拉着我去。陆太太，你真忍心让你老公一个人去这种狼多肉少的地方？她一边帮我戴耳环，一边对着镜子里的我挑眉。万一哪个不长眼的富家千金看上我这张脸，非要强取豪夺怎么办？被他这副没正形的样逗笑，我最终还是挽着他的手出了门。踏入宴会厅的那一刻，周遭原本喧闹的交谈声似乎停滞了一秒，
紧接着，无数道探究的视线像聚光灯一样打在我们身上，窃窃私语声顺着香槟塔飘进耳朵。听说了吗？沈家那个真千金前阵子发疯嫁了个保安，就是这男的。长得倒是真不错，但这气质不像保安啊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我听说那是为了掩人耳目。这人其实是海外财团回来的神秘掌权人，就连咱们市长都要给他几分薄面。真的假的？那沈家岂不是把金龟婿当垃圾扔了？也就是运气好罢了，麻雀飞上枝头也变不成凤凰。我挽着陆燕的手臂紧了紧，她像是感知到我的情绪，温热的大手轻轻附在我的手背上，安抚性的拍了拍。晚宴进行到一半，大厅外突然传来一阵骚乱。快来人！李总的小少爷落水了！整个宴会厅瞬间安静下来，主位上的商会主席猛地站起身，一群人急匆匆跟着安保往花园泳池赶。刚绕过喷泉，就见泳池边围满了人。走近一看，沈兰和沈旭怀正被2个黑衣保镖按在地上，浑身湿透，狼狈不堪。商会主席沉着脸怒喝：怎么回事？领头的保镖队长上前汇报：李主席，刚才小少爷在泳池边玩，只有沈小姐和沈先生在场，是我们亲眼看到沈小姐把小少爷推下去的。话音刚落，人群后冲出来一个浑身珠光宝气的贵妇，哭喊着扑向刚被救上来的孩子：我的儿啊！是谁？是谁这么狠毒？旁边目击的侍应生指着沈兰颤声道：是他！刚才小少爷不小心把果汁洒在了这位小姐裙子上，刚要道歉，他就骂了一句没教养的东西，然后一把将小少爷推了下去。沈兰浑身一颤，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她挣扎着抬头，眼神慌乱地扫过围观的众人，最后竟然死死盯着身边的沈旭怀。不是我，是哥哥，是哥哥嫌着孩子吵才把他推下去的，我拦都拦不住。沈旭怀猛地转头，因为被按在地上，脖颈青筋暴起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沈兰，眼底满是震惊与崩塌。沈兰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！哥，就是你！刚才你还说这孩子没长眼，弄脏了你的高定西装，怎么现在不敢认了？沈旭怀看着他那张扭曲变形的脸，嘴唇哆嗦着，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，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那个他从小护到大，连重话都舍不得说一句的妹妹，此刻正像一条疯狗一样，为了自保，狠狠咬住了他的咽喉。他闭上眼，绝望地为自己辩解了一句：不是我只是听到落水声想去救人。闻讯赶来的我爸妈见状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跌跌撞撞地冲到商会主席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：李主席，误会，这一定是误会，我家孩子一向乖巧，绝对不敢伤害令郎啊！李主席脸色铁青，刚要发作，就见一名助理捧着平板电脑跑过来：主席，泳池边的隐藏监控调出来了。视频点开，高清画面投射到大厅的屏幕上。画面里，沈兰一脸嫌恶地掸着裙摆上的果汁，对着只有5岁的孩子恶狠狠地骂了几句，随后趁孩子不备，猛地伸手一推。而沈旭怀是听到水声后才惊慌失措地跑过来的，甚至想都没想就要跳下去救人，却被随后赶来的保镖误以为是行凶者按住。证据确凿，我爸妈猛地抬头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沈兰，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怪物。你竟然为了脱罪，构陷你亲哥哥！我妈颤抖着指着他：阿旭平日里把你捧在手心里怕化了，你还是人吗？沈兰瘫坐在地上，看着大屏幕上的画面，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，嘴唇哆嗦着，再也说不出一句狡辩的话。李主席冷冷地看着这一家人，声音如寒冰：故意杀人未遂，虽然没酿成大祸，但心思如此歹毒，报警处理吧。至于沈氏集团，我想也没有再在商会待下去的必要了。不要！爸妈，救救我！我不想坐牢！我爸面如死灰，瘫软在地。而沈旭怀像被抽救了3魂7魄，僵硬地跪在原地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上的水渍。片刻后，他缓缓抬起头，
越过层层叠叠的人群，视线穿过光影，直直地对上了我的眼睛。我只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便漠然地移开了目线。你看，刀子只有扎在自己身上，才会知道有多疼。我转身离开时，身后传来沈旭寒压抑到极致的癫狂的笑声。都是报应啊！我和陆燕准备动身前往国外分公司的那天，车队刚驶出别墅区，路口忽然冲出来2个苍老的身影，拍打着车窗。知意啊，爸妈错了，你下来看看我们吧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握着车窗升降键的手顿了顿，指尖微微发白，透过单向玻璃望去，不过短短数日，爸妈仿佛老了10岁，曾经挺拔的背脊此刻佝偻着，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凄凉。我看着他们，脑海里闪过刚回家时那一桌丰盛却不属于我的晚餐，闪过无数次被误解、被指责的画面。那些曾经让我痛彻心扉的委屈，此刻像潮水般漫过心头，却再也没了往日的窒息感，只剩下一片死水般的平静。走吧。随着车窗缓缓升起，那2张痛哭流涕的脸彻底被隔绝在视线之外。我曾以为跟着陆燕离开这个伤心地，就是童话故事最好的结局。可抵达国外的第1周，现实就给了我当头一棒。那天午后，我正在花园里修剪玫瑰，一个穿着干练职业装、气场强大的女人径直闯了进来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她扬手就是一巴掌，狠狠甩在我脸上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霸占陆燕？我是跟他在华尔街并肩作战5年的合伙人，也是他未婚妻，识相的就赶紧滚！我捂着火辣辣的脸，正在原地。原来所谓的救赎，不过是另一场荒唐梦境的开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顾氏海外分部的千金林薇，也是陆燕在国外打拼时最有力的盟友。直到晚上陆燕回来，看到我红肿的脸，她瞬间沉了脸，将我紧紧抱在怀里，语气里满是慌乱和心疼。知意，你听我解释，那是家族联姻，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，只当他是合作伙伴。我已经跟家里摊牌了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处理好这一切，你信我。那一刻，看着他眼里的焦急，我竟然真的又一次心软了，以为他真的能如他所说，为我挡下所有风雨，却忘了有些风雨本就是他带来的。直到第2天，我等来的不是解除婚约的好消息，而是林薇吞药自杀的消息。陆燕接到电话时，脸色骤变，手机重重摔在地上。她连一句像样的解释都没来得及给我，就抓起车钥匙，头也不回地冲进了暴雨夜。她在医院守了整整3天，再回来时满身浓重的消毒水味，下巴上全是青色的胡茬，整个人颓废得像变了个模样。她坐在沙发上，双手痛苦地抱着头，声音沙哑得厉害。知意，林薇她有重度抑郁症，医生说她受不得一点刺激。林家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去死。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，指尖冰凉。所以呢？陆燕抬起头，眼底布满红血丝，眼神闪烁着不敢看我。我们能不能先把领证的事瞒下来，对外暂时声称我和他还是未婚夫妻？只是暂时的，知意。等他病情稳定了，通过了心理干预，我一定昭告天下。为了安抚他的情绪，这段时间你能不能先搬出这栋房子，委屈你住到我在市中心的公寓去？后面的话我没再听进去，只觉得心里那点仅存的微弱的期待，在那一瞬间碎得干干净净，连渣都不剩。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突然觉得无比陌生。你看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在沈家，因为沈兰胆子小，受不得惊吓，我就要让出房间，让出父母的爱，甚至背上莫须有的罪名。在陆燕这里，因为林薇有抑郁症会自杀，
我就要让出妻子的名分，像个见不得光的第三者一样被藏起来。我突然想通了，如果留在他身边，我的后半生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泥潭。无论在谁的故事里，我永远都是那个为了顾全大局，为了照顾别人情绪而被牺牲掉的第二选择。这样的日子想想都觉得没意思透了。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，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陆燕，我们离婚吧。陆燕猛地站起身，慌乱的伸手想来拉我。之夜，别说气话，我爱的只有你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指尖刚碰到我的衣袖，就被我侧身避开。我望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，清晰而决绝。陆燕，你曾信誓旦旦地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再做被舍弃的那一个，不会让我受半分委屈。你说过，在你这里，我永远是首选。陆燕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嘴唇翕动着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我继续说道：做不到，就不要轻易许怒。我不怪你想要救人一命，但我沈之意绝不给任何人当隐形人，更不会为了成全别人的性命，去委屈我自己的人生。那天，我提着那个来时简单的行李箱，独自走出了那栋曾被我视为家的小洋房。国外的深秋，风凛冽如刀，吹在脸上生疼，但我深吸一口气，却觉得肺腑间都是自由的味道。这一次，我不再把选择权交到任何人手中，不需要父母的施舍，不需要顾景瑶的回心反应，也不需要陆燕的拯救。陆燕试图追出来，却被林家打来的紧急电话绊住了脚步。沈之意，他在身后嘶吼着我的名字，但我没有回头。陆燕给了我不菲的分手费和资产补偿，试图挽留，但我分文未取。我利用自己大学时主修的设计专业，变卖了这些年攒下的一些首饰，在唐人街盘下了一间不起眼的门面。如今，我的独立品牌忘忧中文名忘忧已经在时尚圈崭露头角，从设计到剪裁，我亲力亲为，再也没人敢轻视我，也没人敢随便拿走属于我的东西。3年后，忘忧的春季新品发布会上，镁光灯闪烁，陆燕来了。她比3年前更成熟稳重，只是眉宇间总是锁着化不开的愁绪。听说她最终还是能摆脱林家的束缚，虽然没有和林薇结婚，但也一直被那个救命恩人的枷锁困着，要在商业利益和道德绑架中周旋。她站在人群外，隔着衣香并叶看着我。我也看到了她，手里端着香槟，礼貌而舒扬地对他举了举杯，随即转身去招待其他的合作伙伴。那天晚上，他一定要送我回家。车停在我的工作室楼下，他看着我，眼眶微红。之意，如果当初我没有犹豫，如果我追了出来，我们是不是……我打断了他，语气温和却坚定。陆燕，没有如果。这几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。从前我总困在被舍弃的执念里，不管是沈家还是顾景瑶，甚至是你，我总是试图通过别人的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一旦你们放弃我，我就觉得自己一文不值。我笑了笑，看着车窗外繁华的夜景。后来离开你，我开始学着把目光从别人身上收回来，第一次认真问自己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。如今再想起从前，倒也不觉得怨了。那些无论是没被亲人还是没被爱人坚定选择的遗憾，终究成了让我看清自己的镜子。陆燕张了张嘴，眼泪终于滚落下来。她知道，她彻底失去我。我推开车门，踩着高跟鞋，头也不回地走进属于我的光亮里。原来最好的人生，从不是让谁后悔，也不是为了向谁证明什么，而是让自己过得舒坦、安心、自由。我终于成了自己最坚定的选择，这就够了。3年后，巴黎时装周，忘忧品牌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。大秀结束的那一刻，全场起立鼓掌，镁光灯闪成一片银河。我站在后台，看着模特们鱼贯返回，身上的设计
在灯光下流转着柔和的光泽。那些面料、剪裁、色彩，每一个细节都曾在我手里反复修改无数次。林总，恭喜！外媒都在夸，说您是今年最大的惊喜。助理小周激动得眼眶发红，我笑了笑，接过他递来的温水，抿了一口。最大的惊喜吗？也许吧。3年前，我提着行李箱走出那栋小洋房的时候，身上只有一张银行卡和几件换洗衣服。那时候我站在异国的街头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第一次意识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能依靠的人只有自己。恐惧吗？当然恐惧，但比起恐惧，我更怕的是回到那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日子。那种日子，我过够了。小周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“林总，外面有位先生想见您，说是您的旧识。”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秀躺出口的 VIP 通道旁，一个穿着深灰色大衣的男人站在那里，手里捧着一束白色的羊蹄菊。是沈旭怀，他比3年前苍老了许多，鬓角添了些白发，眼角也有了细纹，但那双眼睛还是我记忆里的样子，只是此刻那双眼睛里盛满了小心翼翼和不敢靠近的忐忑。看见我走出来，他下意识往前迈了一步，又生生停住。之意，声音有些哑。我站在原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很多。恭喜你，秀很成功。最后只是把那束花往前递了递。小周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我，识趣地退到一边。我接过花，低头闻了闻，洋甘菊的味道很淡，清清爽爽的，不像玫瑰那样浓烈。我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他顿了顿，喉结滚动了一下。看到新闻，知道你在这边办秀，就想来看看你。爸妈也知道你来。他沉默了一瞬，摇头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还不知道你在哪儿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追问。3年前那场风波之后，沈家的生意一落千丈。沈兰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2年，出狱后被我爸妈送去了国外，听说再也没回来过。沈旭怀因为那件事辞去了公司的所有职务，一个人搬出了沈家别墅。至于我爸妈，据说他们曾试图联系我，但每次都被陆燕的人挡了回去。后来我离开了陆燕，他们就更找不到我了。之意，沈旭怀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抬起头看着他。那天在宴会上，是我伸腿绊了你，我以为是在帮兰兰出气，以为只是一件小事，以为你不会太在意。他的眼眶红了，嘴唇微微发抖。我不知道那一脚会把你推到那个保安面前，会改变你的一生。如果我知道，我打断他。你不会知道。他一愣。沈旭怀，你永远不会知道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站在我的位置上想过问题。在你的世界里，沈兰永远是那个需要被保护的弱者，而我永远是那个不懂事儿、爱闹事、需要被管教的人。这不是那一脚的问题，这是30年来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眼神、每一次选择的问题。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对不起。他重复着这3个字，像一台坏掉的录音机。对不起，之意。我看着他哭，心里没有快意，也没有心疼，只有一种释然。原来当一个人真正放下过去的时候，连恨都变得很轻。我原谅你了。沈旭怀猛地抬起头，眼底满是不可置信。但我不会回去，那个家，我不会再回去了。不是因为恨，是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了。我有我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路要走。你也是，沈玉怀，你应该往前看了。他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，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，眼泪流得更凶。那天晚上，他没有再纠缠，一个人转身走进了巴黎的夜色里。我站在秀场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他还是那个会背着我走过泥泞小路的小男孩。之意别怕，哥哥在呢。哥哥在呢。
这4个字，我等了30年。等他真正在的时候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大秀结束的第3天，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。林总，有位顾先生想见您，他说他叫顾景瑶。这个名字已经很久没有出在我的生活里了。不见。他说他有很重要的事，关于你母亲的。我的手顿了一下。母亲，自从我离开沈家，再也没有联系过她。不是不想，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那些年，她是伤我最深的人之一，但她也给了我生命。在我走失的那个5年里，她也曾彻夜难眠，爱与恨交织在一起，像一团乱麻。我选择了最省事的处理方式，逃避。让他进来吧。顾景瑶走进来的时候，我几乎没认出她。她瘦了很多，颧骨都凸出来了，眼眶深陷，曾经那种金贵傲慢的气质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颓丧。她站在门口，声音沙哑的厉害。之意，坐吧。她坐在沙发上，双手交握，指节泛白，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：“你妈病了。”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。什么病？胰腺癌，晚期。那一瞬间，我手里的咖啡杯差点没拿稳。胰腺癌，晚期，这2个词像2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我心口。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了，医生说最多还有3个月。他想见你最后一面。顾景瑶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我沉默了很久，久到顾景瑶以为我没听到，抬起头来，眼眶红红的。之音，我知道你没有义务回去，他以前对你确实不好，但他毕竟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他在哪儿？我打断他。什么？我问他在哪家医院。顾景瑶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连忙报了个地址。我点点头，站起身，走到窗边。窗外是巴黎的街景，车水马龙，阳光正好。我会回去的，但不是因为你，也不是因为他快死了，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后悔。3天后，我飞回了国内。医院的味道还是那么难闻，消毒水混着药味，让人想吐。我站在病房门口，透过玻璃窗，看见我妈躺在床上。她瘦得不成样子，头发掉光了，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，像个纸人一样躺在那里。我爸坐在床边，握着她的手，背脊佝偻着，像一棵快要枯死的老树。我推门进去，门响的那一刻，我妈睁开了眼睛。她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整个人僵住了，然后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下来，嘴唇哆嗦着，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，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我爸也愣住了，随即老泪纵横。之意你……我走过去，站在床边，看着我妈。她的眼睛浑浊了，但盯着我的时候还是那么亮。妈，这一声妈让她的眼泪流得更凶了。她拼命伸出手，想要抓住我，那只手枯瘦如柴，青筋暴起。我握住了她的手。之意呀，妈对不起你，妈对不起你呀！别说了，好好养病。她摇头，哭得浑身发抖。我知道我不行了，我就是想看看你，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那些年，妈偏心，妈不该那样对你。妈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兰兰的事儿，妈知道了，是妈瞎了眼，分不清谁是真的。我握着她的手，没有说话，不是不想说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些年的委屈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去的。但他快死了，我也不想让他带着遗憾走。我原谅你了。这句话我对沈玉怀说过，现在又对我妈说，不是因为我真的放下了，而是因为我不想把恨带进坟墓。我妈听到这句话，哭得更厉害了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我爸走过来，把我搂进怀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。虽然这份温暖来得太晚，虽然它夹杂着太多的遗憾和心酸，但它终究是来了。
我妈走的那天是个晴天，她走得很安详，没有太多痛苦。最后那一刻，她握着我的手，用尽最后的力气说了一句话：知意，你要幸福。我站在病床边，看着她的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，不是嚎啕大哭，就是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，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。我爸瘫坐在椅子上，哭得喘不上气。沈旭怀站在门口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压抑着哭声。葬礼那天来了很多人，有沈家的亲戚，有商界的朋友，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。我穿着一身黑衣，站在灵堂里，机械地跟每一个来吊安身着黑色正装的宾客握手鞠躬。顾景瑶来了，他站在我面前，嘴唇动了动。节哀。我点点头，他又站了一会儿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走了。陆燕也来了，她穿着一身黑色西装，比以前更成熟了，眉宇间那股忧郁还在。她走到我面前，看了我很久，最后轻声说：知意，你还好吗？我说：我很好。她点了点头，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转身离开了。那天晚上，宾客散尽，灵堂里只剩我和沈旭怀。他坐在角落里，手里拿着一瓶酒。知意，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儿？不知道。我看着母亲的遗像，沉默了一会儿。我希望他去一个没有烦恼的地方。他灌了一口酒。不用操心这个操心那个，不用偏心谁，不用后悔。你知道吗？妈最后那段时间，每天都念叨你。她说她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。她说如果再来一次，她一定不会那样对你。我听着没有接话。沈旭怀又灌了一口酒，眼眶红红的。我也是。知意，如果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会那样对你。我会站在你这边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我看着他，轻轻叹了口气。沈旭怀，没有如果。他一愣。人死了就是死了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。你能做的，不是在这里后悔，而是往前走。妈已经走了，但你还有自己的生活，你不能一辈子活在愧疚里。知意，他看着我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你真的不恨我了？我想了想，摇头。不恨了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我不想再把力气花在那上面。我有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路要走，我没有时间恨你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笑得眼泪鼻涕呼了一脸。知意，你真的变了。变好了还是变坏了？变好了。他用力点头。变得特别好。我也笑了。是啊，变了，变好了，变强了，变自由了。葬礼结束后，我回到了巴黎，工作室里堆满了下一季的设计稿。小周追着我汇报工作，自由在院子里追着蝴蝶跑，一切又回到了正轨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埃菲尔铁塔在夜色中闪烁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一条短信，陌生号码。知意，我是陆燕。我知道你可能不想理我，但我还是想说，你的秀很棒，你的品牌很棒，你也很棒，祝你幸福。我看了那条短信很久，最后我打了几个字，谢谢，你也保重，发送，然后把那个号码存进了通讯录，备注是不必联系。窗外的夜景很美，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站在订婚宴上被所有人抛弃的女孩。如果她能看见现在的我，她会说什么呢？也许会哭吧，但哭完之后一定会笑，因为现在的她不需要任何人来拯救了，她拯救了自己。